哇，最近买的股票又跌了好多，什么 Meta、特斯拉，全部都在往下掉。再不卖，我今年的获利就全都回吐了。可是如果买了又跌，还是他们从此一蹶不振，怎么办？你也有以上经验吗？看到自己买的股价下跌10%、20%，甚至腰斩，你会不会怕它从此一蹶不振，让自己的钱被套牢呢？其实这些小心思我也经历过。以前买了某只股票，哇塞，买了直接腰斩，一套就套了3、4年，这对当时刚开始投资的我简直是一场试炼。所以我后来才开始认真学习研究一间公司，渐渐的我就比较不会因为短期下跌感到那么焦虑，买入之后也比较有信心持有，不会总是要看网络上的消息，看别人的消息才去判断要买还是卖。这样的技能不论是短期做波段还是长期持有的策略，我觉得都帮了我非常多。所以如果你也有以上的困扰与焦虑，总是不了解自己买的是一个希望还是一个机会，那这支影片将会分享我具体如何筛选好公司，如何判断一间公司是不是值得投资，同时也会提供一些我觉得好用的方法与工具。那想了解的话就看下去吧。首先，我觉得想要了解一间公司，具体需要2个步骤。一步是筛选掉财报数据不好看的，只有数据不错的，我们才会留下来，再去进行第2步全面的深入了解。那第一步看财报数据筛选要怎么看呢？如果是台股，你可以使用财报狗整理的数据。那美股的话，我比较常使用 Morningstar，那我们就不用一间一间的去官网找财报比较了。那我们一起打开 Morningstar 看一下吧。来到它的首页后，可以找到搜寻股票的地方，在这里直接打上我们想搜寻的股票后，点击中间关键指标的地方，来到这个画面会发现它直接帮我们把一些财报里的关键数据都整理出来了，包括上一支影片有介绍的综合损益表，还有资产负债表以及现金流量表。那这里也可以选择显示5年或10年的数据，那我先选10年的吧，看一下这间公司过去10年表现怎么样。可以看到台积电这几年的营收、毛利率、营业利益跟净利大致上是有渐渐成长的。虽然说以这里的数据来看没有爆发性的成长，但还算有持续进步。至于每股盈余也算蛮漂亮的，有越来越好的趋势。那我们也可以拿同产业的其他公司来比较看看，像有些公司可能营收看起来很漂亮，但毛利率、净利率这些数据却在下滑，那这时候就比较小心，因为可能代表它越卖越不赚。像这一间公司可以看到这几年各项的数据都有明显下滑的趋势，这样一对比，我们就可以更清楚谁的体质更稳、更健康。好，那回到台积电，下面也列出了其他报表的整理。那因为篇幅关系，我这里就不先多做研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多看看其他的数据比较。那假设我目前看下来觉得它是合格的，因为我认为它不管是毛利啊、净利、EPS 或是现金流这些数据都蛮不错的，我们就可以进入第2部分，进行全面的业务了解。今年来说，大部分的人可能都知道他是做晶圆代工的嘛，但具体他的客户有谁，他主要的产品可能不是每个人都非常了解。那这些资讯可以从哪里找到呢？这里提供3个方法。第一，从年报。巴菲特认为，理解一间公司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阅读年报。年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来源，里面会包含前10大股东、营业概况、重大契约等等。其中营业概况的部分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章，里面通常包含公司的产品以及业务介绍、竞争优势、长短期合作计划等等。那要找各家公司的年报的话，台股可以使用公开资讯观测站，美股的话可以使用 SEC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资料。那我一样以台积电的 ADR 做示范。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官网后，从右上角打上想搜寻的股票，点击进入之后会看到非常多的文件，这些大部分都是季报。那我比较想要直接阅读年报，就找写着20F 的就是了。打开后第一时间你可能会觉得头很痛，但其实我觉得第一次可以先看最基础的重点就好。点击这里可以直接看到整份年报的目录。那像我觉得第1部分的第4节，公司的资讯、业务内容、产品跟市场，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资讯，我们就可以先针对这部分去翻译来看。那根据这份年报提供的内容，我们可以得知台积电目前的产品跟服务包含了先进制程技术、特殊应用制程以及后段整合与测试服务等等。至于主要的客户包含
高效能运算与 GPU 的 NVIDIA、超微以及英特尔。至于行动通讯手机的客户有 Apple 以及其他等等。那这些前10大客户合计占台积电的总营收的73%。从这里我们也可以隐约感觉到，美国的各项政策对台积电可以说是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最大客户 Apple 占了大概24%。那这些内容也不是谁讲的，都是公司年报主动公开揭露的资讯，所以这样的内容应该是真实可靠的。所以透过各年的年报，你就可以直接了解并整理出一间公司它的营收占比变化，观察公司长期业务有没有什么转变，也能对照一下它的长短期计划是不是有落实。除了年报外，第二种可以了解公司的管道就是法说会资料。有些公司的法说会资料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这也是取得公司近况的最佳资讯来源之一。因为法说会的投影片是公司自己准备的嘛，里面通常会包含公司简介、产品营收占比、营收地区的来源占比，以及最新近况还有未来的计划。因为是由公司直接发布的资料，所以有一定的时效跟正确性。我觉得是除了年报以外另一种蛮不错的资讯来源。那像台积电的法说会资料，我们可以在公开资讯观测站里面找到，包含它举办的日期、地点、会议时间，这里都清楚的列出来。那从这里找到最新的资料后，可以看到里面揭露了一些关键数据以及统计资料，包含财报的3表啊，以及这一季最新的销售分析，而且整体用图表呈现看起来舒服很多，不过跟年报比相对的也精简很多，我觉得比较适合用来每一季更新资讯来源使用。那最后一种管道就是从官网，大家不要小看官网，因为如果慢慢逛，还是可以从中发现很多有趣的小细节。例如我们想要知道台积电近期积极投入了哪些研究，就可以到官网的研究领域去逛逛，像这里很清楚的列出它目前研究的领域有哪些板块，包含逻辑、记忆、互联跟人工智慧等等。那想了解的更细，点进去甚至还可以看到各个研究人员的研究报告，我个人认为是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这些细节都能帮助我们更多更深入的了解自己投资的公司。那以上就是想了解一间公司到底是不是值得投资时可以使用的方法跟工具。简单来说，我会分成2步。第一步是量化分析，是用财报网站筛选出数据漂亮、体质稳定的公司。再来第2步做质化分析，透过年报、透过法说会或透过官网的资料去了解它的业务核心与未来的成长方向。毕竟当我们对公司足够了解时，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市场的消息还有情绪牵着走，也可以更客观的判断现在的下跌是一种机会还是一种提醒。那我相信透过这样更全面的了解，会更好的判断一间公司是不是有潜力，值不值得我们花真金白银继续投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希望这样的分享能让你对研究公司这件事更有方向。如果你想支持我继续创作，欢迎按赞订阅，或者想知道我如何不花大钱创造有感的被动收入，也可以到下方领取我的电子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